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佛历8月下初8，万象多云，26到32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415基普，加上一个交易日下跌7基普，跌幅 0.03%。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4.14基普，加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37基普，跌幅 0.05%。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303基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大盘整体呈现震荡上扬的喜人走势，综合指数早盘以 1373.84 点高开，盘中最高触及 1383.04 点，最终收于 1367.27 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27.79 点，涨幅达 2.07%。昨日全天市场交投活跃，总成交量达178万3800股，总成交额达25亿7912万5000基普。从个股表现来看，市场呈现涨多跌少态势，银行与电力板块成为拉动大盘上涨的中流砥柱。联合发展银行表现最强劲，大涨450基普，收报6600基普。老挝电力上涨70基普，收报2490基普。外贸银行和万象中心均小幅上涨10基普，中老证券微涨5基普。浦西开发下跌40基普，收报1050基普。老挝石油下跌20基普，萨万尼微跌10基普。马哈腾、老挝水泥、老挝农业和东盟租赁昨日股价未发生变动。总体而言，昨日老挝股市在一众权重股的带领下成功走高，市场投资意愿较强，成交额稳步攀升，为本周交易迎来了开门红。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761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0万2000基普，跌幅 0.2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7月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48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00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第10届国会第一次特别会议开幕。7月6日，第10届国会第一次特别会议今日正式开幕，会期5天。会议由国会主席赛颂鹏、丰威汉主持，老挝党政高层领导、全体国会代表出席。本次会议旨在贯彻老挝12大决议和经济社会发展第10个5年计划。会议将重点审议3大议程：一是评估2026年上半年经济、预算及货币计划执行情况，并部署下半年工作；二是审议批准农村发展与扶贫脱贫国家议程，以确保老挝在2026年内摆脱欠发达状态；三是审议新制定的国库法和修订的国家预算法。国会主席赛颂鹏、丰威汉号召全体代表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坦诚谏言。二、日本驻老挝大使表彰老挝官员西颂本乌纳翁近日，日本驻老挝大使小泉勉向老挝计划与投资部国际合作司前司长西颂本乌纳翁颁发大使表彰状，以表彰其多年来为深化日老经济合作与开发援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职期间，西颂本乌纳翁全力推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日元低息贷款及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技术合作与志愿者等项目落地。作为日本和老挝政策磋商会议的老方共同主席，他积极对接老挝发展需求与日本援助政策，使合作成果实现最大化，为巩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三、纳赛通县警方抓获23名中越籍网诈嫌疑人。6月30日，万象市纳赛通县公安局联合多部门对伊莱代村的租住房进行突击检查，成功捣毁一个网络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3名，其中包括9名中国籍人员和14名越南籍人员。行动中，警方现场查获笔记本电脑16台、手机77部、网络电话设备2台以及部分现金。目前，涉案嫌疑人已被警方临时羁押，案件正在进一步依法深入侦办中。4. 甘盟省领导紧急视察故障水闸防汛工作。7月6日，
甘蒙省省长索沙阿·温希达今日率队前往他曲县老坡坎村，实地视察水泥河口桥水闸运行状况，并评估洪涝风险。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多地雨水汇入水泥溪流，而该处水闸因故障卡阻，无法正常启闭排水，导致水位迅速暴涨，存在引发大面积洪涝的严重隐患。索沙阿·温希达现场指示省邮电交通与运输厅及施工方立即制定方案，限期修复故障水闸。随后，他还查看了上游水情及湄公河沿岸防洪堤项目进展，要求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5. 乌多姆塞警方整顿娱乐场所，聚众吸毒青少年。7月3日，乌多姆塞省公安局警察处副处长温宣西里彭率队对在当地2处娱乐场所内查获的210名聚众饮酒、吸毒青少年进行集中教育整顿，涉案人员包括女性106人，外籍人员12人，其中34人为未成年人，经检测，共有34人尿检呈阳性。警方现场缴获新型毒品、胶原蛋白5袋、电子烟食之及卡通液配料。警方表示，此类行为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并滋生社会犯罪。目前，涉毒的34人已被依法送往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和劳动改造。6. 沙湾拿吉省3家加油站汽油检测不合格。老挝工业与贸易部全国燃油质量检测室于7月3日至5日对沙湾拿吉省威拉布里县3家加油站进行抽检，结果显示，班达、本邦和万塔隆3家加油站的汽油全部不合格，原因为私自混入乙醇且蒸汽压超标。本邦加油站的柴油还被查出闪点低于国家标准。目前，有关部门正对非法乙醇的进口来源展开追查。官方同时呼吁，消费者如遇燃油质量或加注量异常，可拨打免费热线进行举报。7. 老挝警方发布预警，严禁从事网络非法商业代孕。近日，公安部总警局反拐警察局发布紧急预警，提醒公众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薪招募代孕女性广告。警方强调，非法商业代孕违反老挝法律，参与女性不仅面临违法指控，更极易沦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根据老挝卫生部2020年7月8日颁布的政令，合法代孕必须在获得卫生部授权的公立医院内依法进行。警方呼吁各族群众提高警惕，并强调，确有代孕需求的家庭必须前往公立医院进行正规医疗咨询，切勿铤而走险。8. 博交省多方联合搜救一名水电站溺水失踪青年。6月30日晚8点，博交省帕乌多姆县南塔2号水电站库区发生溺水事故，一名24岁老挝男子失踪。接到报警后，博交省紧急救援队联合泰国青莱暹罗基金会及青莱西理工协会，携专业水下设备赶赴现场，连日来与当地警方及村民展开跨国联合搜救。由于水情复杂，截至7月6日，第2阶段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暂未发现失踪人员。地方当局已呼吁沿岸群众协助留意水面线索。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